你好，我是倪海厦。诸位记住了，很多人跑来找我算命或者看病，一坐下来满脸的愁云惨雾，尤其是那些1957年出生的属鸡人，今年2026年了，你们刚好69岁。很多属鸡的老人家一坐下来就跟我叹气，哎呀，尼斯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蛋了？年轻时候穷得叮当响，老了还要操心儿女，这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是不是没指望了？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，那简直是大错特错。今天我就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各位一句话，有些生肖真正的福气根本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显现出来的，而是在人生的后半段，也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年纪才开始慢慢翻盘的。我先给诸位讲一个真实的议案。前段日子我诊所来了一个老人家，也是1957年出生的。他走进来的时候，那个背佝偻着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的精气神就像是一盏快要熬干的油灯。他儿子陪他来的，说老父亲年轻时候苦啊，为了供弟弟妹妹读书，自己10几岁就去干苦力，后来结了婚，又为了生计四处奔波，好不容易把几个孩子拉扯大，现在自己却得了一身的病。西医看了一个遍，抽血化验拍片子，说是这虚那虚，开了一大堆西药，吃的胃都坏了，晚上整宿睡不着觉。我让他把手伸过来，我一摸脉我就笑了。我跟他儿子说，你爸这哪是病入膏肓啊，他只是气血正在转换，大运快要来了，只是身体暂时没跟上而已。他儿子听得一头雾水。我告诉他，你爸是1957年丁酉年出生的，你们懂不懂什么叫丁酉？很多不懂命理的人一听到丁酉这2个字，根本不知道里面的厉害。诸位，丁不是普通的火，丁火是阴火，就像是夜晚的灯火，烛火星火，它不像太阳那个丙火一样耀眼普照大地。丁火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，那就是越到黑夜越显出它的价值。酉在易经里代表的是金，是秋天的肃杀之金。丁火遇到酉金，这就是易经里的火炼秋金。这是一个什么过程？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锻造过程。所以丁酉年出生的人往往年轻时绝对不会一帆风顺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就像是那块还没成型的粗金，被丁火天天烤着烧着，这种命格容易被现实死死压住，别人看不起你，环境也绝对不会轻易帮你。你看别人出门遇贵人，你出门遇小人，你看别人做事顺风顺水，你做事总是差那临门一脚。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，这大半辈子都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明明自己已经拼了老命去努力了，怎么好运总是慢半拍，是不是这样？年轻时吃苦，家庭压力重如泰山，很多人10几岁20几岁就开始扛起不属于自己的责任。有的人为了家里放弃了读书的机会，有的人为了孩子一辈子连件新衣服都不敢买，还有的明明自己能力很强，在单位里做事最勤快，结果升职加薪永远轮不到你，总被那些溜须拍马的小人死死压制着。可是你仔细去观察这些1957年的属鸡人，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韧性，他们绝对不会轻易认输，哪怕生活把他们踩在烂泥里，他们都能咬着牙死死撑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丁火炼金，这意味着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锻造。年轻时越是苦，被火烧得越通透，晚年这块金子就越纯粹，越能发光。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，年轻时并不被人重视，甚至常常被低估、被嘲笑。但是，一旦过了60岁，尤其是到了现在69岁这个关键的坎，整个气运会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。为什么？因为丁酉命的人，真正的福报根本不在前半生，全都在后运。尤其是进入晚年之后，你们生命中第一种爆发的能量就开始显现了。这种能量我把它叫做积福回流。很多人跑来问我，尼斯啊，为什么有些老人年轻时候穷得叮当响，越老反而越有福气，子女孝顺，也不缺钱花了？我告诉诸位，因为他们年轻时吃的那些亏，受的那些委屈，其实全都是在积阴德。老天爷是有眼睛的，这些阴德在69岁这个大运交接的坎上开始疯狂变现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老人家，我给他开了几副经方，把他的脾胃一调，阳气一往上提，把以前吃西药伤掉的脾胃全部暖回来。你猜怎么着？不到3个月，整个人红光满面的跑来感谢我。他说，尼斯真神了，我不光身体好了，最近家里也是喜事连连。以前借钱不还的亲戚突然跑来把钱还了，儿子在公司也被提拔了。诸位，
这哪里是我生，这是他自己的福报到了。我只是用中医的经方帮他把身体的气血打通，让他有足够的阳气去接住这份福报而已。所以1957年的属鸡人，你们千万别被自己的前半生骗了，你以为那是苦难，其实那是老天爷在给你攒晚年的福气。诸位，我们接着往下讲。刚才我们说了，1957年属鸡人是丁酉命，属于真金不怕火炼，先苦后甜。现在我要来扒一扒你们的性格底牌。很多人天天在家里怨天尤人，觉得老天爷不公平，觉得自己命苦。可是我跟大家讲，你们这大半辈子的劳碌命，很大一部分是你们那个性格造成的。诸位记住了，1957年的属鸡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嘴硬心软。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个强势得不得了，说话跟刀子一样不饶人。谁要是得罪了你们，那绝对能被你们怼了半个月睡不着觉。可是你们的内心呢，软的就像是一块豆腐，一戳就破。你们对子女往往是付出最多的那一个。有些属鸡人，哪怕自己穷得叮当响，哪怕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去医院看病，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好点的衣服。可是只要家里人一开口，只要孩子说一句缺钱，你们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钱凑齐给他们送过去。你们一辈子都在操心父母的养老，操心兄弟姐妹的难处，操心孩子的学业和工作，甚至孩子成家了，生了孙子，你老了，到了现在2026年已经69岁了，还在替家里人扛事情，还在替他们操心房贷车贷。我诊所里经常碰到这种属鸡的老太太，一坐下来就开始骂老伴没用，骂儿子不听话，骂儿媳妇不懂事，骂的那叫一个义愤填膺。可是骂完之后呢，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平时捡纸皮卖废品，或者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卷皱巴巴的钞票塞给儿子，嘴里还要念叨着拿去，别饿着我孙子。诸位，你们拍着良心说，你们是不是这种人？你们这就是典型的拿自己的命在给家里人打地基。这种人命里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，叫做晚福库。什么叫晚福库？很多人不懂，觉得这辈子都在付出，怎么没见回报？年轻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库在哪里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往里面存东西。你的每一滴汗水，每一次委屈，每一次为了家人咽下的泪水，全都存在了这个晚福库里。而到了60岁以后，尤其是你们现在跨过了68岁，到了69岁这个关键节点，这个晚福库开始慢慢打开了。所以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，只要熬过了前几年那段最难熬的时光，最近这段时间你会慢慢出现这些现象。以前你拼死拼活帮助过的人，突然开始回来报恩了。以前你无心插柳种下的人情，开始变成你生命里的贵人了。以前那个总是惹你生气，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，突然之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开始懂事了，知道心疼你了。整个家庭的关系突然就变得顺畅了，甚至连你自己的财运也会越来越稳定。我告诉诸位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巧合，这是命，这是易经里讲的否极泰来，是你前半生咬着牙攒下来的福报，在晚福库打开的这一刻，通通还给了你。我以前在台湾看病的时候，遇到过一个1957年出生的老先生，他是个退伍老兵，脾气臭得很，在家里说一不二，街坊邻居都怕他来看病，是因为长期的胃痛，痛得整夜睡不着。我一看他的面相，眉间有很深的悬针纹，这是长期操心、发愁、肝气郁结的表现。我问他到底在愁什么，他一开始死活不说，觉得丢人，后来被我逼问急了，才倒苦水。他说：尼斯啊，我这辈子命苦啊，年轻时候为了养活一大家子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落下了一身病。原本指望儿子能出息，结果儿子做生意赔了个底朝天，把他的养老本都赔光了。他天天骂儿子，骂了儿子都不敢回家。可是私底下他自己却跑去给人家当保安守夜，赚那点微薄的薪水，偷偷拿去帮儿子还债。我当时听完就指着他的鼻子骂他，我说：你这个老糊涂，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，你这是在害他，你这也是在要你自己的老命。你的胃痛根本不是吃坏了东西，而是你心里的火太旺了，肝木克了脾土，脾胃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你现在都快70的人了，还在替别人背业障，你的晚运全被你自己耗光了。我给他开了疏肝健脾的经方，但是我告诉他，药只能治标，
要想治本，必须把你那个碗福库的钥匙找回来。怎么找？就是学会闭嘴，学会放下。我让他回去以后，儿子再来要钱，一分不给。儿子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自己每天去公园打太极拳，找老头下下棋。一开始他死活做不到，觉得自己不帮忙，儿子就完了。可是后来他的胃痛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只能照我说的做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不管了之后，他儿子反而被逼出了潜力，自己跑去跑业务，虽然辛苦，但慢慢把债还清了。到了他65岁那年，儿子生意有了起色，给他买了一套带院子的大房子，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他，他的胃病也不治而愈了。后来他再来找我，满脸红光，我就只对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你前半生不是没福，你是在存福，你存了一辈子的福，终于在你学会放下的那一刻兑现了。他听完，当着我的面，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哭得像个小孩。因为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，这辈子最委屈的地方就在于没人懂他们，他们不爱诉苦，哪怕再难也自己咬牙死扛。所以别人都以为他们强大，其实他们只是习惯了忍耐，习惯了把所有的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。而这种命格的人，一旦熬过了人生的低谷，学会了卸下肩膀上的重担，他们的后劲是非常可怕的。你们前半生流的汗水，吃了亏，挨的骂，到了现在这一年，全部会化作保护你们的厚厚铠甲，让你们在晚年享受到真正的清福。诸位，我们继续往下讲。接下来这第3章非常关键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们现在的处境，也是很多人最想不通的地方。今年是2026年，你们刚好69岁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尼斯，我都快70了，半截身子都入土了，还能有什么大运，还要折腾什么？诸位，这种想法简直是大错特错，愚不可及。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，人老之后，真正拼的绝对不是钱，而是气场。你看有的人老了以后，家里天天吵架，鸡飞狗跳，儿子儿媳闹离婚，孙子也不听话，自己的身体也是今天疼明天酸，医院当家，成了药罐子。可是1957年的属鸡人，只要你们熬过了68岁那个坎，也就是去年到了今年69岁，你们的晚年往往会出现一种很强的家运回升。为什么？因为酉金本身就带收成之气，肃杀之气。年轻的时候丁火一直在炼金，那是打基础，是折磨。到了晚年，金子炼成了，你们就开始镇守家运了。很多家庭只要有1957年的属鸡长辈坐在家里，身体稳稳当当的，这个家的气场就是稳的，你们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同样是1957年出生的，有些人到了晚年福气越来越大，简直是呼风唤雨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而有些人却反而越来越孤独，甚至浑身是病，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。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关键的秘密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，甚至连外面那些算命的半仙都未必看得透。这个秘密和住宅气场有关，也和你们自身的晚年磁场有关。1957年的属鸡人，从68岁跨入69岁，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有一道非常特殊的命运门，跨过去的人后福极大，跨不过去的人晚景就会出现明显的衰退。很多人到了晚年，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，认命，觉得孩子大了，自己退休了，身体出毛病是正常的。但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各位一句真话，有些人的人生60岁以前只是在铺路，真正的福报反而是70岁左右才开始疯狂兑现。1957年属鸡的人就是这种典型的命格。我来讲个真实的议案。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，我诊所来了一个属鸡的老太太，当时她刚好68岁，是被女儿用轮椅推来的。为什么？腿脚不利索了，膝盖疼得走不了路，晚上整宿失眠，头发掉了稀碎。见了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诉苦说自己命苦，儿子做生意亏了找他要钱，老伴又刚走，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，每天生不如死。我先看他的面相，再摸他的脉象，我就问他，你家里是不是最近换了房子，或者是你搬到了一个常年不见阳光的房间去住了？他女儿一听惊呆了，连连点头说是的，为了把朝南的大房子留给儿子结婚用，老太太自己主动搬到了北边的一个小次卧。那个房间窗户小，终年见不到太阳，里面阴冷阴冷的，到了冬天像个冰窖。诸位，
听到了吗？这就是致命的问题所在。丁酉年出生的人，丁是阴火，最怕什么？最怕阴寒之气，最怕待在没有阳光、死气沉沉的地方。老太太本身68岁，就是在过命运门，身体气血正在大转换的时候，你把她扔到一个阴寒的房间里，她的阳气瞬间就被抽干了。阳气一没，各种邪气、湿气、寒气全都往骨头缝里钻，膝盖能不疼吗？心神失养，阴阳不交，能不失眠吗？运势能不差吗？我当时就火了，把他女儿狠狠骂了一顿。我说你这不是在孝顺，你这是在催命。你们把家里的定海神针扔在冰窖里，你们这群做儿女的能发财才怪了。我马上让他搬回朝南的阳光最好的大房间，每天必须要晒2个小时太阳，然后开了一剂重剂的四逆汤，加上几味补气血的药，把他体内的寒气狠狠地往外赶，把先天阳气硬生生提起来。结果呢，到了今年2026年，他69岁了。前天刚来复诊，轮椅早就扔了，自己走了进来了，面色红润，精神抖擞，跟我说：尼斯啊，我现在算是活明白了，儿子要钱我1分没有，我自己吃好喝好，每天去公园打太极。结果儿子看我不管他了，反而自己出去找了份安稳工作，也不折腾了，欠的债也在慢慢还，家里反倒清静了。这就是跨过了命运门。丁酉命的人年轻时最容易经历3种事：第一，财来财去留不住；第二，感情操心总是受伤；第三，中年压力极大喘不过气。你们总觉得人生在最关键的时候出问题，明明快成功了突然失败，明明快轻松了突然又要扛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火金相克，一生都在磨练。但命理中有一句话叫大器晚成，必经重练。越是后半生厉害的人，前半生就越不轻松。你们吃的苦不是白吃的，那都是老天爷在考察你们有没有资格接住晚年的泼天富贵。更重要的是，诸位，你们知不知道今年2026年是什么年？在天干地支里，2026年是丙午年，丙午是火极旺的年份，你们是丁火命。丁火遇到丙午年，叫做阴火逢阳火，气场大爆发。这在命理上叫做劫财，也是帮身。帮身渐入，意思就是今年天地的气场都在帮你们，把你们身上所有的霉运、寒气、阴气全部烧光。这是你们转运的绝佳时机，错过今年再等12年。所以为什么我说69岁是你们大运刚刚开始？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全都聚在了今年。你如果不去接这个福气，天天还在家里生闷气，还在替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，那真的是对不起老天爷的一番苦心。过去那些压着你们的破事、烂人、债务、烦恼都会开始慢慢松动。以前总焦虑，现在你们会发现慢慢看开了。以前总缺钱，现在开始稳了。以前总睡不好，现在心反而静了。记住我的话，心一定，运就开始变。你们最怕的不是穷，而是心累。只要把心里的包袱扔掉，把家里的气场调好，多晒太阳，多接阳气，你们的晚运绝对会好的，让周围所有人都眼红。诸位，我们接着讲第4章，也是最关乎你们老命的一章。千万别让你的福报全都折在了病床上。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，到了今年2026年，也就是69岁这个关口，会突然感觉到身体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。以前天不怕地不怕，连续熬夜干活，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。可是现在呢，稍微晚睡一点，第二天就头晕眼花。以前脾气大，骂人底气十足，现在只要一发火，马上就觉得胸口闷，喘不上气，甚至胃里一阵阵地绞痛。很多人跑去医院检查，西医拿着一堆仪器给你照来照去，最后告诉你，哎呀，大爷大妈，你这是正常的老化，器官衰竭了，回家吃点维生素，降压药慢慢养着吧。诸位，我跟大家讲，听到这种话你千万别信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老化，这是你的命理气场正在发生剧烈的转换，你的身体在疯狂地向你发出求救信号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？你们记住，医易同源，中医和易经是通着的。我们来看看1957年属鸡人的命格。丁酉年，丁火做酉金，在我们中医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。丁酉命的人天生就是心火去克肺金的格局。年轻的时候你们气血旺盛，心里的那一团火烧得正旺，你们为了家庭为了儿女拼命的往外
掏心掏肺，这叫耗损心神。但那个时候肺气足还能顶得住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诸位，你们已经69岁了，人过60，气血开始由阳转阴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应该进入一种收气的状态。什么叫收气？就是把你向外拼搏的能量收回来，藏在体内，滋养你的五脏六腑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那张嘴硬心软的脾气改了吗？你们那个操心劳碌的命改了吗？根本没有。你们还在天天发火，天天忧虑，天天替儿女背业障，结果就是你的心神火继续在那烧，可是你的肺经已经没水了，枯竭了，于是火直接把肺气给烧干了。所以你们现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几个地方：肺气、睡眠、肠胃还有腰骨。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议案，诸位认真听，看看是不是说的就是你自己。去年冬天，我诊所来了一个老伯，也是1957年出生的，典型的属鸡人。他来看病的时候是捂着胸口来的，脸色灰白，说话都没力气。他告诉我，尼斯啊，我最近这大半年天天凌晨3点钟准时醒，醒了就再也睡不着，嗓子干，忍不住的干咳，咳得厉害了，连带着胃都疼，腰也酸得直不起来。西医说我是慢性支气管炎加胃溃疡，吃了一堆消炎药根本没用。我一听凌晨3点醒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摸了他的脉，右寸脉也就是肺脉，宏大且空，左寸脉心脉跳得极快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心里装了什么天大的事，每天都在发愁？他叹了口气说，是啊，女儿离婚了，带着个外孙回娘家住。他看着女儿可怜，把自己养老的钱全拿出来给女儿买房，付首付，现在每个月还要帮着还房贷。他白天去给人家做保洁，晚上回来还要给外孙做饭，愁的头发都掉光了。诸位，你们听听，这就是典型的丁酉命，情重之人最好命气。他这不是病，这是命里的气被抽干了。凌晨3点到5点是我们中医里说的寅时，是肺经当令的时候，肺气主一身之气。他天天操心，心火太旺，把肺里的阴液全烧干了。到了寅时，肺气本该把气血输送到全身，结果肺里没东西了，气血堵住了，身体就把你强制叫醒，警告你别睡了，你的气血供不上了。我当时气得拍桌子，我说你这个老伯，你这是在要自己的命。你的肺气一旦彻底垮了，接下来就是脾胃，脾胃一垮，你整个人就瘫在床上了。到时候你不仅帮不了你女儿，你还会成为她最大的累赘。我给她开了一剂麦门冬汤，加上一些潜阳敛气的经方，专门用来清心火、润肺经。但我极其严肃地警告她，药我能给你开，但命必须你自己救。从今天起，把房贷的压力还给你女儿，就算她还不上，房子被银行收走，也不关你的事。你每天晚上9点必须上床睡觉，任何人的闲事都不要管。他刚开始还舍不得，觉得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受苦。后来有一次他在做保洁的时候，差点晕倒，眼前一黑，这才真害怕了，开始乖乖听我的话，把钱袋子一捂，每天按时睡觉，打太极。到了今年春天，他再来找我的时候，凌晨3点不醒了，咳嗽也停了，胃口大开，整个人胖了5斤，脸色红润，得像个壮小伙。我跟大家讲这个议案，就是想告诉所有1957年的属鸡人，到了你们这个年纪，身体发出的每一个警告，都在提醒你停止向外消耗。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还能扛，年轻时硬撑着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可到了晚年，气场转换，你的福报本来就要来了，结果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身体累垮了。你的碗福库刚打开，里面装的全是福气，结果你连走到库房门口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。所以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会突然出现一种现象，以前能忍的，现在情绪一上来，身体马上反应。很多人以为是生病，其实是老天爷在用这种痛苦的方式逼着你停下来，逼着你把气收回来。如果这个阶段你还在继续操劳，那么再好的命也会被消耗殆尽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开始学会放下，那你的后福将深不可测。诸位记住了吗？别让你的福报折在病床上。诸位，我们接着往下讲。刚才第4章我把你们狠狠骂了一顿，告诉你们千万别再向外耗费气血了。那么这第5章我就要手把手的教你们，到了今年2026年，也就是你们69岁这个关口，到底该怎么把老命保住，怎么把后半生的泼天福气牢牢接稳。我们中医有一句话
叫做得阳者生，失阳者死。什么是阳气？阳气就是天上的太阳，就是你身体里的那一团火。很多1957年的属鸡人，到了晚年以后，会突然变得怕冷、怕累、怕安静。以前大冬天穿件单衣就敢往外跑，现在稍微吹点风，裹着厚衣服，还觉得骨头缝里透着寒气。其实，这在咱们中医看来，就是阳气开始急剧下降的表现。而你们是丁酉命，丁本身就是阴火，最需要的就是纯阳之气的护持。属鸡的人一旦阳气不足，整个人就会特别容易陷入一种极其糟糕的状态，脑子里整天想太多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，容易悲观，觉得活着没意思，身体恢复的也极慢，哪怕是一点点小感冒，别人3天就好了，你非得拖上大半个月，甚至连带着引发更严重的病。所以真正聪明的1957年属鸡老人，到了69岁这一年，都会开始拼了老命的去主动养阳。怎么养？诸位竖起耳朵听。好，我倪海厦今天教你们4招保命的绝招。第一招，多晒太阳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太阳是咱们天地间最大的纯阳之气。你们不要天天窝在阴暗的房间里看电视，每天早上9点到10点，下午3点到4点，这个时候的太阳最温和，把你的后背亮出来，让我们人体最大的阳气通道，也就是膀胱经，去狠狠地吸收天地的阳气。你晒上个半小时，你摸摸自己的后背，暖烘烘的，那就是老天爷在给你续命。第二招，多走路。我们中医讲，树老根先枯，人老腿先衰。脚是人的第2心脏，动能生阳。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快70了，走不动了，就天天躺在床上，坐在沙发上。你越不动，你的阳气就越死。每天去公园里走一走，走到微微出汗，千万别大汗淋漓、大汗亡阳，微微出汗，你的气血就全活过来了，经络全通了。第3招，多接触开心的人。诸位，这一点极其重要。你们别再去见那些天天抱怨的怨妇怨妇了。有些老头老太太一见面就跟你抱怨儿女不孝顺，抱怨菜价贵，抱怨身体到处疼。这种人浑身上下全都是阴寒之气，你跟他们待久了，你的阳气也会被吸干。赶紧离他们远点，去找那些天天乐呵呵的，喜欢下棋、喜欢跳舞、喜欢养花的人玩，借他们的阳气来暖你自己的命。第4招，家里一定要亮。很多人根本不懂风水，也不懂医理，觉得老人家为了省电，家里白天黑夜都黑咕隆咚的，舍不得开灯。我告诉各位，这是在找死。为什么有些老人家里总喜欢开着灯，哪怕大白天也开着？因为灯火就是阳气。尤其你们1957年出生的人，丁火本身就是灯火之命，火旺人就旺，火弱人就衰。我曾经看过一个风水结合医理的案子，一个1957年的老太太突然卧床不起，西医查不出原因，我去她家里一看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她的房间在最北边，窗户外头还挡着一棵大树，房间里阴暗潮湿，连个大点的灯泡都没有。我当场就发火了，让儿子赶紧把树砍了，把老太太搬到朝南的主卧去，换上最亮的灯泡，每天把窗户大开，阳光直射进来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配合我开的补阳经方，2个月后，老太太自己能扶着床沿站起来了，脸色也从惨白变成了红润。所以诸位，1957年的属鸡人晚年最忌讳的就是长期待在阴暗、冰冷、死气沉沉的环境里，尤其家里长期不开窗、不见阳光，最伤你们的运势。很多人晚年开始运势走低，身体变差，根本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家里的气场死了。人一旦长期没有笑声、没有阳光、没有生气，命里的福气也会跟着慢慢沉下去。诸位，听倪师一句劝，今天看完这段话，赶紧去把家里的窗户打开，把阳光引进来，把灯打开，这比你吃什么名贵补药都强得多。你的阳气足了，才能接得住接下来的大福报。诸位，我们接着讲第6章。前面讲了怎么补足阳气，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最容易被人忽略，但却最致命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叫做人气。什么叫做人气？很多人以为人气就是人缘好，朋友多，逢年过节家里热热闹闹的，每天电话接不停。诸位，你们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今天讲的人气，是指你身边到底围着一群什么样的人。我这些年看病看命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规律：那些晚年过得真正好、身体硬朗、福气深厚的老人，未必是最有钱的人，但他们身边一定非常干净，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亲戚关系，
没有满身负能量的朋友，更没有那些天天像水蛭一样吸食他们气血的人。而你们1957年的属鸡人，人生最大也是最难跨过的一道坎，就是断舍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太容易心软了。丁有命的人见不得别人掉眼泪，别人一求你们，你们立马就去帮；别人一哭，你们心一软就把责任全扛下来；别人遇到困难，你们连一句拒绝的话都说不出口。结果呢，你们把自己累得半死，掏空了家底，最后还要落得一身的病。我给大家讲个我亲自治过的医案，诸位好好对号入座，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缩影。几年前，我诊所来了一位1957年出生的女病人，她来看病的时候，脖子上长了很大的结节，脾气极其暴躁，坐在那里连手都在发抖。我一摸她的脉，弦滑有力，典型的肝气郁结，气滞血瘀。我直接问她，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天天跟你诉苦，还要天天找你要钱的人？她一听，眼泪刷就下来了。她说，尼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原来她有一个亲妹妹，年轻时候不好好过日子，老了天天跑到她家哭穷，抱怨老公不好，抱怨儿女不孝顺，每次哭完就要顺走她几千块钱。她自己省吃俭用，所有的退休金全贴给妹妹了。可是她妹妹拿了钱，转头又去打牌，输了继续来哭，她气得整宿睡不着觉。可是只要妹妹一跪下，她就忍不住掏钱。我当时就火了，我说，你这个结节根本不是吃错东西长出来的，就是被你妹妹气出来的，更是被你自己憋出来的。你再这么无底线的帮下去，不出半年，你这个结节就会变恶性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。诸位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你们以为自己是在帮人，其实你们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去填别人的无底洞。我让他立刻断绝和妹妹的来往，换电话，换门锁，绝不见面。后来他真狠下心做到了，配合吃我开的疏肝化痰的经方，半年之后结节消了一大半，整个人的面相都变了，变得非常祥和安宁。所以各位1957年出生的老伙计，今年2026年你们都69岁了，一定要牢牢记住，晚年最大的福气绝对不是门庭若市的喧闹，而是无人打扰的清静。尤其是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晚福库正在打开，如果你们能做到下面这几件事，你们的后福绝对越来越大。第一，少参与是非，不要再去管亲戚家那些狗皮倒灶的破事，别人家借钱，别人家吵架，关你什么事？第二，少替孩子做决定，孙子要上哪个学校，儿子要不要辞职，让他们自己去头疼，你把嘴闭紧。第三，少和负能量的人来往，碰到那种天天抱怨社会、抱怨家庭、浑身晦气的人，赶紧掉头走，别让他把阴寒之气传染给你。你们只要每天多吃简单的粗茶淡饭，晚上早早睡觉，多去接触大自然，多让自己开心就行了。你们别小看这些，很多人的寿命根本不是败给了疾病，而是败给了情绪，败给了替别人瞎操心。1957年的属鸡人，你们前半生像一把刀，替家里披荆斩棘，到了晚年，你们就是一盏灯，只要稳稳的亮着，就能替整个家庭守住福运。只要你们心稳了，气顺了，身边的人气干净了，孩子自然开始懂事孝顺，家里自然开始安稳，财运甚至比你们年轻时还要旺盛。因为老天爷绝对不会亏待年轻时吃过大苦的人。真正的福气不是不来，只是来得晚了一点。只要你懂得养气养心，甩掉消耗你的人气，你们绝对能在69岁之后的后半生活出令人眼红的绝佳命格。诸位，我们终于讲到了最后一章，也就是尼斯的保姆级重点回顾与传福大法。今天讲了这么多，费了我这么多口舌，说了这么多真实医案和命理规律，也是因为我实在看不得你们这些1957年的老伙计再继续受苦受累了。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听完前面的长篇大论，可能转头睡一觉就全忘了。很多人甚至看视频只看一半，听到中间觉得枯燥就划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你们自己把老天爷送到手边的福气给扔了。现在为了让你们真正能把命保住，把福气接住，我在最后像个老妈子一样啰嗦一遍，诸位把耳朵竖起来，把心静下来。这几个重点你们打死都要记在脑子里，刻在骨头缝里，变成你们以后每天生活的铁律。第一，牢牢记住，你们今年2026年已经69岁了，你们已经成功跨过了68岁的生死命运门，大运就在眼前。别再天天咳声叹气，别再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。你们那是丁火炼秋金，真金刚刚炼成，
你的大福气才刚刚拉开帷幕。以前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被人骗过的钱，全都在今年开始连本带利的还给你。只要你心稳，谁也抢不走你的泼天厚福。第二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有筋煮肺，丁火耗心，把你们向外操心的那股劲彻底收回来。闭上嘴，迈开腿，每天晚上9点必须准时上床睡觉，养足你们的气血，绝对不要再去管儿女的破事。孙子吃什么穿什么，儿子工作顺不顺利，通通装作看不见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因果。你管多了，你的心火就会继续烧干你的肺经，反而折损你自己的晚福库。记住，你的健康就是给儿女省下最大的财富。第三，阳气就是你们的命，把家里的灯全部换成最亮的，白天把窗户全部推开，让风吹进来，让阳光射进来。每天必须出去晒背晒太阳，走到身体微微出汗。还有，离那些天天抱怨、满身负能量的亲戚朋友远一点，斩断那些吸血鬼一样的烂关系，远离疯狂消耗你的人，就是最好的养生，也是最上层的风水保命法。只有人气干净了，你的晚年才能真正清静稳当。诸位，我今天把话说得这么透彻，甚至把命理和中医的底层逻辑全都掰碎了喂给你们，苦口婆心的劝你们，是希望你们能真正醒悟过来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外面求神拜佛，想要找个好风水，想要寻个好大夫，甚至花大价钱去买保健品。可是我告诉各位，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深山老林里，也不在医院的特需病房里，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自己的人心。你的心一旦定下来了，脾气不急躁了，你的气场就强了，你的福报自然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了。这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理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些？为什么要拍这个长篇大论的视频分享在网络上？我告诉各位，知道命理，懂得医理，这仅仅只是第一步。真正的积德是你要把这份善念、这份觉悟传递出去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1957年出生的属鸡人，他们可能此刻正待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房间里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。他们可能正因为帮儿子还债，愁得整夜失眠，肝气郁结。他们可能还在被身边吸血的亲戚消耗着阳气，慢慢走向油尽灯枯。你今天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同样是1957年出生的老伙计，绝对不是为了凑热闹，更是为了实打实地救人一命。如果你的朋友、你的兄弟姐妹，因为你今天的转发，突然明白懂得了收敛脾气，放下儿女的沉重包袱，少生了一场大气，避免了一个恶性肿瘤。如果他们因为听了我的话，把家里阴暗房间的窗户打开，迎来了纯阳的日光，从而少得了一场大病，身体重新硬朗起来，这就是你实实在在积累的无量功德。这比你去庙里烧多少柱高香，磕多少个响头都管用100倍。我们传统中医和易经都在讲一个道理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帮了别人，天道自然会来帮你，这叫做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传递出去的是正能量，收回来也是无尽的福报。当你把能够救命的知识分享出去的时候，你自身的晚福库也会跟着越开越大，你的子孙后代也会跟着沾你的光，受到天道的庇佑。如果你觉得尼斯今天讲的这些话句句都落在了你的心坎上，确实对你有所启发，有所帮助，让你茅塞顿开，请动动你的手指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关注我的频道。你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，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增加一分纯阳之气。我也希望诸位在看完视频之后，能够在评论区留下善言，或者为你自己、为你的家人祈福，打上福寿安康、时来运转、晚年大吉。让我们共同在这个频道里汇聚成一个强大无比的正向磁场。愿天下所有1957年的属鸡人都能在2026年69岁之后，晚年安康，福报连绵，无病无灾，活成一个人人羡慕的定海神针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诸位多多保重，赶紧去晒太阳，赶紧去接福气，我们下次再会。